社跟法福基金会所举办的新南向政策与移民人权的座谈会。那我们表定时间是2点半，2点半开始，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座谈会。那我首先介绍我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郑文龙律师哈。那我是永社的这个理事了哈。那首先我今天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报告人跟语坛的贵宾哈。我想今天的主角的报告人是在我左手边的杨聪荣教授，他也是我们永社的论述委员他主要是这个在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那再来，我的左手边是法福基金会的专职律师周汉威主任。他是我们法福基金会很重要的这个年轻的主要干部哈。那再来是我的老朋友哈，这个阮文雄牧师嘛哈，神父，抱歉神父，他是这个天主教新竹教区越南外劳配偶办公室代表。如果讲天主教，就是要讲。应该先讲你的情形。那以前我在法福基金会2004年我们就开始认识，所以讲老朋友应该没错，只是还会弄混牧师跟神父是很抱歉。另外，我们本来表定是有这个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林若雨但是他因为肠胃炎，所以今天临时没办法。那另外，在我右手边是白刷刷黑户人权行动联盟2位代表，第一位是张玉华小姐，那再来是在我右手边的庄慧玲小姐。这个我们今天的主讲人跟语坛人都跟大家介绍了。那再来是我们今天的程序我做一个引言再来可能就是请主讲人杨教授他要做25分钟的报告。那报告之后就我们语坛人每位就15分钟15分钟12到15都可以。但是那个白刷刷，因为你们团体是2位，所以就可能减一点时间各15分钟到12分钟。那所余的这个本来是林教授的发言，我就占用一点。那首先开始我做我的引言就是今天为什么要办这一场新南向政策跟移民的人权的座谈会？我想跟我们现在今年的新政府的小英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是搭配在做这个主题因为新政府很明白的宣示他要做新南向政策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方向是正确的，那我本身对这个涉外事务是有一点兴趣。那我们等一下以台能汉威他7月会代表法福基金会去美国去实习1个月我们都非常赞成年轻人出去看。那我也是因为出去看了之后，才发现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我们对我们邻居是非常不了解那台湾人是有一点自卑又有一点自大的台湾人一到欧美就有点自卑那一到东南亚就有点自大那我觉得这个都不太对我举几个例子尤其我是法律人我举法律圈的领域的例子
我讲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台湾的法律制度，坦白讲，我觉得台湾法律制度很多地方是不如东南亚的国家。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审判制度也比东南亚国家糟糕。但是你去问我们台湾的法律人，他们自己不太了解。你去问台湾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都会很高高在上的、很骄傲说我们一定比他们好。但是我举几个例子如果在场有法律人，你听听看说，有了，我们有前立委今天也在这边前拜也指证台湾的法律人是非常没有眼光的一群我举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法律制度我最近有几个案子也是在东南亚。像我在印尼最近有个案子是商标的案子，每个月都要去飞一次那个案子是20几年前合约之后产生的纠纷你看他们订合约一定要有公证。那你看台湾的合约有没有说一定要公证？基本上是不用。印尼这种国家它所有的合约基本上我看到签的就是要公证，这有什么好处？最起码透过一个公证这个合约谁跟谁订就清楚。我在10几年前遇到一个案子，在台湾有一个客户他因为小孩子要结婚了，所以他房子要换大一点，所以他要卖旧屋买新屋。那因为是这个一般小家庭一生可能就一次要换一次房子，所以比较没有购物的经验。那个房子很快就卖掉了，卖一个好的价格，定金拿了，结果呢房子就被过户掉了，然后那个人就跑了，把他的所有钱过户掉之后就又卖掉了。结果要去追那一个人说付尾款，他只付了定金可能1000万的房子只付了100万，900万都没付。房子就被卖掉了，过户掉了，然后去找那个人呢，永远找不到，为什么？用假名字跟你订了。这就是台湾的制度，谁跟他骗了也不知道，用一个假名字跟你订就可以。好，我那个客户在马来西亚有投资，在印尼有投资，在越南也有投资，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南向的例子，但是人家都很低调。他在马来西亚也有上市，他甚至一个工厂就是台湾的整个产业的产量的1/4。好，他在马来西亚有上市，那他买不动产一定要律师公证，透过律师，代表什么？我在看就是说，就不动产的交易台湾还是一个很蛮荒时期的，就让一般的百姓去冒所有的风险，那政府不管这一块就对了。当然现在慢慢有发展，就是说用信托的制度，但是也没有强制。所以从这里来看，就一个交易的制度台湾是远不如马来西亚，远不如印尼。但是台湾这一群法律人知道吗？绝大部分都不知道。所以我说台湾这一群法律人是非常没有眼光的一群。好，再来我们讲审判制度你去问台湾的法律人都沾沾自喜说我们法院最近应该这10几年应该不错。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去看过菲律宾，我去看过印尼，我去看过马来西亚的法院、泰国的法院、印度的法院、越南的法院。我请到大家哪一个法院的法官最凶？你们觉得？你们应该在座有一些经验台湾的法官上歹，台湾的法官连骂律师骂当事人，甚至连证人都骂刚刚连骂龟孙子。但是我到这几个国家，我没有看过这个现象。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大概2006年我到印尼去一个法院看他的审判，那是一个宗教审判。
他们有些宗教是没有，他们有国定的宗教是7个，超过了你就是不合法。我在印尼雅加达一个法院去看他的审判，我非常讶异。当然，那个审判法官是非常平和的，里面架设7台 SN 机，在法庭里面哦，整个审判过程是法院公开直播，然后呢，在里面听的人听完了，外面就电视直播。然后你去问台湾的法律人，我就不讲他的姓名啊，现在在当立法委员，你跟他说哦，法院可以摄影啊，他完全没有这种观念。今晚的这单的立法委员，他都觉得台湾的法院都是禁忌。我去马来西亚看他的法院审判，我看到有一个现象，例如台湾的司法是最荒谬的。台湾的司法你去看那个所有的原告、被告或律师在陈述弄在一个书记官那边拍，大家在那边单书记官来看，大家在看荧幕。我在东南亚国家也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然后我去泰国的法庭，你看那个整个法庭的活动都很自由，律师表现可以站到法官前面，然后拿证物，在台湾都是禁忌。代表啥？台湾的这一群法律制度跟法律人的运作是比东南亚还不如，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很赞成我们今天办这个座谈会我们真的台湾真的要去了解我们的邻居啦当然这个要谈的有利不利强弱，我想各个国家都跟我们有一些不太一样今天也没那么多时间由我来这个介绍，我只是先点这2点，让大家知道说我看到的东南亚跟台湾的，单单就法律制度的比较，跟法院审判的制度的比较，台湾很多是自己不如人家而自己不自知。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对，你不要只看这个欧美，我们连欧美不如都不用讲，我们连东南亚都不如啦。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我想我们杨聪荣教授他对这方面是很有深入的研究，我还跟他到这个缅甸去参访过呢。我们在座也有几位是当时去参访的成员那他今天也写了一本专论是太平洋国家的研究新论。我想杨教授对这个东南亚的研究是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他应该是比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方面我们想应该借这个机会来听他的一个非常深入的报告。我们来请杨教授，谢谢杨教授。我就在中间我就站着讲这做老师习惯了，我站着讲各位大家好我是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那我跟大家就说今天这个担任这一场的发言人非常感谢就是郑律师刚刚给我们这个开头那也感谢台湾友社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办这个活动。那我觉得说今天办的这一个活动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安排那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深意那我在这边就稍微先延伸一下那我想就说这一次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设置要领，就是这边有一个给大家的资料里面有一个关于南向政策办公室设置的要领。那这件事情是相当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就是大概在最近的一段时间自从新政府上台以来就提到这个要在总统府设一个新南向办公室。那从这件事情宣布以来我个人就经常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合跟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我也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就是说我就是整个就是说关于这个
新南向政策的这个想法。那我也会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啊，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主要重点是移民人权这个部分啊，就说连接在一起。那在这边先说一个，就说未经证实的一个也不算应该算秘辛啊，就说如果你们现在看目前啊，在政策上有说到说新南向政策，那有说到说它又标明了什么叫做新南向政策的时候，那么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以人为本啊，这样的一个讲法。那我自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是我当初在参加相关的座谈的时候啊，我所提出来的一个想法。那我所提出来的想法就是讲到这边所说到的，就是说这个啊，我们跟一个区域的这个连接。那我说，假如从这个连接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新南向的这一个范围，其实跟台湾在最近的10多年来哈，发展出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的连结的关系啊。那这个连结的关系发展成，就是说，如果把它用非常具体的方式来讲，包括以前是我们的邻居，那现在变成我们的亲戚哈，就是有些就说我们有互相都有那个婚姻移民，而且婚姻移民构成我们现在在台湾新移民的主要的部分，而且呢，它的人数的那个成长啊，已经现在是我们说过去台湾叫做4大族群，那现在叫做5大族群啊，这第5大族群，而且它人数加起来已经比台湾原住民啊人数要多啊，那这个是从那个婚姻关系的这种连接。那还有就是说，一般讲到比较多的是台商的投资啊，还有就是说，从当地来到台湾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是属于就是说跟劳动有关的这种连接啊。我想等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讲者很多都是在第一线服务的人啊，他们也可以特别讲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这种人的连接。那我在那个从我回来台湾教书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发展一个特殊的一个科目啊。那在座也刚好有一些是我们的研究生啊，他们知道就是说发展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就是说，简单讲就是台湾跟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台湾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哈，我们就把它一国一国来讨论啊，就是说台湾跟越南。台湾跟泰国、台湾跟印尼啊，就是说我把它发展成这样的一个科目。那当我把它发展这样的科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过去的人所比较少注意、少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就以前呢，这些事情可能也很重要，可是呢，没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知识的对象，所以呢，就会变成说我们一般人的知识啊，在这方面会有非常大的落差。如果你今天讲到中美关系哈，或者说台美关系，或者说你今天讲到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我想很多人都会知道说发生过很多事情。可是如果我告诉各位说，台湾跟印尼的关系，其实台湾到印尼啊，印尼到台湾的移民啊，日治时代都有，就有。那同样就是说，台湾也有人在日治时代就到印尼去。啊，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那个知识的内容，你会发现说。这国家，这个台湾跟任何你挑起来的任何一个东南亚的国家啊，其实都有很深的那个关系啊。印尼不要讲啊，印尼就是说，当台湾就是说那个国民政府迁到台湾来的时候，那他很担心海外会支持他，最后就是印尼就成立第一支队伍，就是说来访问在台湾的这个中央政府，那就说让他建立起这个信心起来。那比方说，我们再随便说一下啊，说，现在讲到缅甸啊，那我们常常会跟大家讲到说，其实现在台湾啊是缅甸这个地方，它如果要做发展的话，那台湾其实是中文跟缅甸语啊这样的双语人才在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啊，因为你知道说我们在台湾有缅甸街啊，那我们有学生去做了研究，知道说，那个人数的总数啊，可以到差不多。10万之，然后有很多，里面有很多是大学生啊，那在缅甸的大学毕业生，所以他们其实是双语的能力很强。
那也不用再跟大家讲到说，比方说像越南，它当初它要刚刚开始它的开放政策的时候，其实其他国家都还不敢进去越南。那只有就是说台湾因为历史上的那个连结关系所以台商就是第一批就很勇敢的就去那边投资。那后来很多台商看到说，这个有帮他开发像那个富美兴包括下龙湾这样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去进入到那里。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说台湾跟东南亚这个地区做一个历史的连带，你会发现说这个历史的连带，其实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它是一个连续性只不过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这个知识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会完全没有这个脉络。那像最近就是说，比方说以那个柬埔寨来做例子。就是说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就知道说，原来那个柬埔寨虽然它目前台湾在那边没有办公室，那边的那个所有的华校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老师。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呢，那边的校长老师都对我们非常的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还是小学生的那个阶段，他们的老师呢都是台湾派过去的。那我会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那种历史很陌生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这个连带关系。那所以说，我认为目前在谈那个新南向政策的时候，我认为现在最缺乏的是像这样的一个上位的观念，就是说，像台湾这样的地区你跟一个地区的这种长期的那种关联性。那如果各位看一下这边的那个新南向办公室总统府新南向办公室设置要点。其实在这个要点里面看得很清楚目前这个办公室根据这个设置要点，它只有设置一个人，设置一个兼任的主任，然后呢，其他的人都还是说临时要调过来，所以就说目前大家对他的这个预期就是说还不一定能够用很高的预期来看待它。但是呢，这个安排本身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把台湾跟邻居的这个关系提升到总统府办公室。按理来讲，这应该要有一个非常深远的这种思考在里面才对所以这个是说，这是我今天讲这个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假如我们在台湾的人假如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整体的对外关系是未来国家生存的重要的命脉之所寄那我们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重新要有一个通盘的思考。那在这个通盘的思考里面那我今天呢就说顺道介绍一下我刚刚出的这本新的书那这本新的书呢，它是在比如说在目前大家一片在讨论，就是说非常一般性的这种新南向政策的这个思考之外那我刚好出了这样一本书我想要就是说把我们刚刚讨论这个方向把它拉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来讨论。那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方向是这样就是说我这一本书我这本书是在讲台湾跟太平洋国家的这个关系或者说是对太平洋国家的这个了解。那应该这样讲，这里面当然就是说也会有一部分会跟东南亚有关，可是我预计就是说，刚刚讲到的那个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预计就是说，下一本书我可以来写，就是说太平洋国家东南亚国家研究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书籍。那我要稍微从这个就是说先把这个先把这个今天在讲的这个太平洋这边做一个脉络上的介绍。那我觉得就是说，从几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确是也可以从太平洋的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说，目前最被问到的一件事情是说，新南向政策，那到底新南向政策跟过去的南向政策有什么不同？那如果在座各位你们有稍微注意一下，一般的那个新闻报，他就会发现就是说，在新南向政策里面多了一个国家，在座有没有人能够说出来哪里？在目前谈新南向政策的时候，在一般的东南亚国家之外，多了一个国家，
印度啊，就说开始在谈印度。那我想就是说，实际上啊，讨论印度当然也是蛮重要的，但是在什么脉络之下啊，应该把印度拿进来。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说，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说，目前台湾的对外关系里面啊，正好碰上了台湾跟国际的这种区域组织的这个联合啊，就是说正在发展。大家知道说有一个是 TPP， 以美国为首啊所组织起来的一个国际，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另外一个叫做 RCEP 啊 ，RCEP 啊。那么在 TPP 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台湾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希望能够加入这个 TPP 啊，那也正在努力中啊。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RCEP 这个部分，它的基本的结构是10+6。那如果你把那个10+6啊，跟我们现在就是说讲到的那个跟东协的那个关系啊，你就会发现说10+6多出来的这几个国家啊，包括中日韩，还有印度、纽西兰跟澳洲啊。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如果在台湾要讨论未来我们跟周遭国家的这个连带关系的时候啊，应该是可以把10+6当做一个范本。那我在我这个书里面就是说会谈到太平洋国家的，包括纽西兰跟澳洲啊，就是属于这个范围。但是呢，我回过头来，我还是要先讲一下这个连带关系啊。这个连带关系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说如果我们从台湾啊延伸出去啊，我认为说有一个部分应该是跟亚洲有关，所以我想那个部分叫做亚洲连带。那亚洲连带，我想今天等一下可能会有其他人可以多做讨论。我今天就稍微讲多一下有关于我在这本书里面所讲到这个太平洋连带的关系。那这个太平洋连带的关系啊，是一方面就是说在台湾有原住民族啊，那现在这个原住民族被认为是南岛民族，所以我们也发现说，目前就是前一段时间在讨论这个台湾跟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的时候，会特别讲到这一方面。那我个人开始就说去关注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到了那个夏威夷去。我在夏威夷那个时候啊，就是有一个蛮特殊的经验。那个时候我去到夏威夷的时候，刚好同学会啊，那就有一个那个太平洋岛屿的那个同学会。那刚好有人在上面就说，就跟我招手，后来我就去参加了。那我去参加那个太平洋岛屿这个 Pacific Islander 啊的这个 club 的时候，那就发现一件事情啊，每一个就说从太平洋岛来的人啊，他们有非常清楚的那个岛屿意识，就他是 Islanders 啊，这个 Islanders 就说我们的同学里面就有萨摩亚啊、关岛啦、东嘎啦，就说Fiji 啊，各个国家，那当然还有包括就是说澳洲跟纽西兰的同学，那他们也很热烈的参加到这个 Pacific Islanders 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当人们问到我说，那你是从哪个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是从 Formosa Island 来的。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Formosa Island 对于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啊，讲英文的社会里面，他们是很有感受的。就是很多地方的人，他们会跟你讲得很清楚。他们知道有一个岛叫 Formosa Island， 很久以前他们就知道。而且他们都就说，我后来有机会嘛，去到这些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啊，那老一辈的人都还可以很清楚的指出来说，什么时候曾经有那个 Formosa 来的水手啊，他曾经在这边驻扎，有渔民来，有什么，就说其实我们的这种海上的活动的交通也很频繁。那只是说，跟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当做，如果没有把我们跟这个地区的连带关系当作是一个知识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说，其实这些国家跟我们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具有历史深度的连带关系。那我从就是从研究生时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每一个岛哈，就是说 Pacific Island 的每一个岛的那个国家的岛哈，都有一个比较实在的这种交朋友来往，然后了解他们社会，然后去
看一看相关的地方。所以我这里面会有提到说，后来我到了一些地方，我也透过这个学术的研究跟讨论认识了这些地区。那我觉得说，也许这件事情就是个人就说后来长期做的这个学术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我们就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连带关系。那所以今天出的这本书是相当于就是说，等于说我们利用学术的方式来，就是说试图去多了解我们生活周遭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也会希望说抛砖引玉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的人去从事这样的工作。那不只是学术的工作。那我们现在谈到说，台湾跟这个新南向政策所讲到最主要的这个东南亚地区可能我们最欠缺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说怎么样去透过往来互相了解。那这个是我当初就是说我在参加一些讨论的时候，会特别跟就是说特别跟不同的人讲到说，如果我们要发展一个健康的、好的新南向政策应该要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跟当地社会多互动，然后强调长期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我这边称之为就是说太平洋连带或者是亚洲连带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正好如果各位看一下这个目前的国际局势的话，其实是这件事情正好是在亚洲大家正在努力的一件事假如你注意看的话，你就知道说，今年2016年正好是我们说叫做东协经济共同体的东协元年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初开始那就宣布了，就是说这个地区未来要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要把目前有的那个国界的这个有关于经济贸易方面的障碍把它逐渐去除。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东协相关的那个组织它已经把这个目标都列出来。它最早是要从这个这种经贸的这个整合开始，但是呢，现在成立的是希望强调社会文化面的这种交流。那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人在台湾假如你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方向会在台湾的人就是说没有跟上也就是说过去的10年内应该是亚洲地区互相整合进步最快速的10年。那一般来讲，在台湾就是说我们不特别跟大家这样强调，我们可能就说由于这个历史上的惯性，我们会强调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我们会强调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我们会强调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但是呢，东南西北就是补缺南方的这个关系。那既然是我们的邻居是长期都跑不掉的地方，所以怎么样去发展跟这个地方长期的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以下我要来讲的地方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假设是在政策面上谈的新南向政策，平常没有特别去讨论到移民的人权。不管这个移民是移工还是就是说还是这个新住民，那我认为说这个会是我们目前新政府在谈新南向政策最弱的一环，是要特别加强的地方。所以特别是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国际上的研究里面，过去都有提到说，台商到东南亚去投资当初台商到这个地方投资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除了工资的高低之外，可能也觉得说台湾的环保意识跟劳动意识抬头，那为了要规避这方面的那个成本，所以呢，就是说台商外移到这些地方去。那外移到这些地方去的时候，特别就不会重视到劳工跟环保方面的这个责任。那等一下就说那个。就是说，等一下，因为刚好今天有那个阮文雄神父在座，会特别谈到说越南这边的一个情况。那我上次就说参与这个相关的座谈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在台湾的人可能都要付出一份努力，
因为我相信像这样的事件发生啊，它不是结束啊，应该相反，它是一个开端。为什么呢？因为正好呢，越南本身它现在同时是 TPP 的成员，同时是 ASEAN 的成员。那如果你们去看一下那个 TPP 啊，台湾假如要加入 TPP 的话，那 TPP 的那个规范里面，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跟过去的那个经贸的这种组织不一样，就是说它也重视到其他面向。那在其他面向的法规里面，最规定的最详细的部分，一个就是环境的问题，一个就是劳动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就是说像越南这样的地方，未来在环保跟劳工方面的那个规范，它只会越来越严格。那目前台塑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可以说是，可能对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要特别要注意啊。那我也特别要强调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发展跟东南亚这些地方发展这个关系的话，那我还是要强调的地方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以知识为基础来做这个努力啊。因为如果说国人对于就是说东南亚这些地方啊，没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了解跟认识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这种因为互相的误解而造成的这种各种纷扰啊，会层出不穷。那我从在台湾开始任教开始，差不多每一年就带研究生啊到当地去做田野考察。那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希望培养在台湾能够啊，不管是本地生、侨生、外籍生啊，都有能力直接从事当地的这个研究的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其实在过去啊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在台湾是非常极少数中的少数。那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其实也都是完全是不计成本啊，不计辛苦啊，我们就多年来就这样进行。那等一下也许会后可以就是说跟我们这边的那个研究生啊，大家做这个交谈。那我还是要这样讲，就是说这种基础工作看起来就整个社会看起来还是不足够的啊。希望能够就是说在这边就是说抛砖引玉啊。那今天大家既然愿意前来啊了解这个课题，就至少表示大家对这个议题啊有所认识。那我们说在过去啊，台湾对于这个劳动人权啊或移民的人权这个部分重视的不够。那刚好就说有社啊长期以来啊关心这方面的这个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特殊的题目的设计，而且呢就是正好我们也有发展出一个法律辅助的这个体系出来啊。在座也就是周律师，他也对于这个就说第一线的服务工作有很多的这个案例。那另外就说这个白刷刷哈，我们也对这个新移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协助。那所以我这边就是以这个文字，也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开一个头哈。那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多一点时间让他们就是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心得。那也希望就是说在座哈，不管是什么角度、什么身份，以后也能够就说特别去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移民人权的部分。那我报告到这边，谢谢。谢谢杨教授。